Hello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是今年的第一波厨具分享，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呢，我在网上网购了一些厨具，还有厨房类的用品。昨天我终于收到这个包裹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吧。第一个想来拆一下我这次最期待的一个物品，就是一个双耳的锅子，我感觉还不错耶。这个盖子就可以这样盖上，就它的造型是一种蛮复古的，就是好像那种奶奶家用了很久那种锅，比较古朴的设计的锅，我就很喜欢。有3种不同的尺寸的，16、18和21。然后我买的这个是最大的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它虽然说是泡面锅嘛，但是我想买它的话，可能是平时在家里煮汤啊，或者是炖一些东西啊，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汤锅或者炖锅来用。如果你是一个人居住的话呢，就你可以买那个小一点的尺寸的。像这一家的话呢，它除了银色，它还有金色可以选择的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金色就比较像那种韩式，韩系一点的。然后这个银色的呢，我小时候我们家里还会用那种铝的那种水壶，还有汤锅都是这种银色的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颜色看上去让我有一种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入了一个银色的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锅子，因为它上面不是有这个凸出来的一层嘛，所以呢，它除了放盖子的话呢，它应该还可以放那个蒸笼，然后下面放一点水就可以蒸东西使用。然后我也去了那个亚洲超市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匹配的蒸笼可以买。它这个直径的话23.5左右，只能配一个8寸左右的蒸笼。它这个料子呢是304的不锈钢，整个锅身是一体成型的，有点厚度的那种，就不是那种一块铁皮的感觉。比如说煮那个小火锅，煮好之后放在台子上，觉得这个造型也蛮好看，就堆满食材之后，盖子也是很厚的这种。这个厚一点的话就比较压得住那个蒸汽嘛，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要用过之后才知道哈，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飞这个盖子。就是这样一个锅，这样光是在家里放着就已经很好看嘞。我的这个袖套，每次洗碗的时候都后悔没有买袖套带过来，因为那个我的毛衣经常都是像这样的，就比较宽松嘛，就一定会就是洗着洗着它就滋滋滋，它就跑下来了。所以我这次就赶紧去买了一个，它是防水的，然后呢是带一个松紧带的，这边带一个 logo，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logo。我本来还想收到的时候把这个 logo 拆掉呢，现在它是直接印在上面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可能我这样带它吧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衣服上有那种 logo。盖一下试试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太喜欢了。让我干活的时候，我这个袖子不会跑来跑去，把它固定在那边。这个袖套真的是智慧的结晶啊！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马上可以去干活了。现在这个衣服我就不用把它撩起来了嘛，现在就好舒服，就怎么动它这个袖子就是完全就不妨碍你干活，它这个袖子完全就不会这样跑出来。这个太舒服了吧！我觉得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一个袖套，真的是无法想象。我这个能不能就带着这样拆箱啊？我感觉这个都不想脱了。可能是运输过程当中它这里有一点点压弯了，但是没关系，给它掰一下。好了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！到底能不能卡在我这个锅子上？我就是为了炸这个东西买的，还可以。这个就是一个给食物沥油的一个架子，就大家都看过，在街上卖那种小吃摊头，就经常会炸好油条啊什么，然后就旁边这样一个一个摆好。
所以它这个就没有什么面积嘛，就到处厨房里面收纳的时候边边角角一塞就可以了。那清洗的话也是很方便的，也是不锈钢材质的，直接放到洗碗机里就可以了，为人民服务。其实玻璃的便当盒好评真的很多，又好洗又没有异味，然后还可以微波炉加热，都是很放心很安全的。所以就是除了重这一点就是大家公认的它的缺点之外，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啥别的缺点了。它这个好像是微波炉的时候它的一个排气孔吧。那如果平时我不用这个玻璃饭盒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冰箱的这个储藏盒用，就是放一些剩菜啊，或者需要那个微波炉加热的菜啊。我下单之前也有点犹豫要不要买那种里面是双层的或者是3层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分层越多会越好一点，特别是像如果是你用玻璃饭盒带一些中式的那种家常菜，它的汤汁一般都比较多，所以有分层的话就比我这种单个的好，比较兜得住汤汁，就不串味，然后微波炉加热起来也方便。大小是20厘米，所以平时我觉得一个打工人平时要吃饭菜那个量的话应该是足够了。这是4方形的，有一些这个葡萄的图案，因为夏天快到了嘛，所以就感觉如果有这样一个碗盛冰激凌或者盛那种水果就会很好看。没有过这样子的吃东西的碗，所以我好像玻璃碗都很少买耶。我今年倒是又买了4、5个玻璃碗，我下次有机会给大家看啊。这个是我就算今年买的第一个玻璃碗，就不知道怎么就开始觉得玻璃的东西也蛮好看的。又买了2个冷冻备菜盒，因为之前那个盒子很好用，家里有点不太够用，所以我又下单了2个，但是和我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款式。买了一个这个白色盖子的，然后一个透明盖子的，2个都买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区别吧。它比我之前那个好的地方是它这格子是高一点，我之前是比较浅一点，容量比较多一点。它上面是有一个排气孔的。然后这个盒子呢，就是可以冷冻，也可以微波炉加热。白色的话就看上去比较干净简洁一点。如果家里有很多菜的话，应该是这个透明的会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你一开冰箱，你就是里面储存了什么东西就一目了然了嘛。然后这个白色的就是还要背过来看一下，它这个盒子的设计，盖子是有点凹进去的，就是这种可以叠放的，就比较方便一点。我上次的那个冰箱冷藏盒，我不是说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当中有一款在冷冻了之后，它的盖子会有点翘边嘛，所以这款我就是会在家里试一下，看看在冰箱里它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。目前我是觉得它这边密封性还是很好的。这些就是今天开箱的所有厨具用品啦。然后这些用品呢，是我在1688购物 APP 上买到的。1688呢，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批发采购平台，因为它是从工厂或者货源直接拿货的，所以价格呢就会比其他零售平台更便宜一些。特别是大批量购买或者是就是批发的话呢，价格就更划算了。当然个人的话，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个人买家也是可以在上面购物的。然后它的物品种类也很多啊，像服装类啊、家居类啊，还有那种什么电子产品类啊都有，基本你平时能在网上买到那些上面都是有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对我今天的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下载1688 APP， 或者直接在1688上搜索569538购买到同款商品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